这里是北京的太庙，一座世界上最大、最完整的祭祖建筑群。这里的正殿竟然比故宫的金銮宝殿还要高大，殿内有68根金丝楠木的大柱子。这里游客很少，今天带大家走一走。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下北京的太庙。说到太庙，可能很多人不清楚，其实就在天安门东侧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内。当时建紫禁城的时候，同时还建了太庙和社稷坛。这两个地方就是位于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内和中山公园内。和故宫的人山人海相比，这里几乎没有游客，门票只有2块钱。不过还是建议大家买10块钱的通票，可以去参观正殿。目前参观太庙需要提前1天预约。这是从南门进来的情况，有很多古树。太庙也是建于明代的永乐18年，也就是1420年，至今整整600年了。这个皇家太庙是明清2代皇帝祭祖的地方。解放后，这里改成了劳动人民文化宫。现在的公园里还树立着一些先进人物的光荣榜。今天不是游客少的问题，是几乎只有我一个人。这里有一棵神柏，据说是太庙始建时由明成祖亲自手植的第一棵树，距今有600年了。前面有座琉璃门，进了琉璃门就是整个太庙了。前面看到的是太庙的正门，叫戟门。这个戟门从造型来看，更像是一座殿，雄伟俊秀。戟是古代的兵器。明清的时候，这个门内外放着8座红色戟架，每座戟架上插着15根戟，一共120支。不过1900年的时候，被侵华的八国联军掠走了。这个就是戟门。在戟门前的广场上，还有一些景亭、神厨、神库。我们现在从戟门旁边的侧门进去，从这个门进去就可以看到太庙的主殿，一共有3重大殿。这是进去的第一个大殿，前面有一个很大的广场。这第一个大殿叫享殿，享受的享。大殿的2侧是东西配殿，这个是东配殿，面阔15间，里面供奉的是有功的亲王牌位，其中包括有多尔衮、奕欣等13人。我们在很多电视剧里听到过配享太庙这个词。在更早以前，太庙里只供奉皇上的牌位，后来经过皇上允许，有一些皇后啊、亲王啊、功臣呀，也可以把牌位立在太庙，就是放在这东西配殿里。这是西配殿，里面供奉的是
文武功臣，有张廷玉、傅恒等等。现在面对的是享殿，也可以称它为前殿或大殿。享殿是皇帝举行祭祀大典的地方，面阔11间，相当于68米，高度是32.6米，比故宫的太和殿还要高2米。我们上去看一看这个太庙的大殿。大殿上方有个牌匾，2米多高，写着满语和汉字太庙，字的四周刻着9条龙。现在进入大殿，这应该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座宫殿了。里面有68根金丝楠木制作的大柱子，整个大殿金砖、金顶、金丝楠木3金特色。大殿里的整个颜色比较古朴庄严。难得一个人来参观这巨大的宫殿。大殿里还展示了一组青铜编钟，叫中华和钟。这金丝楠木的大柱子直径足足有1米多，高度有13米之高。整个大殿可以说是非常震撼，光是这些金丝楠木就已经价值连城了。现在中间的金丝楠木柱子都被保护了起来。如果在北京，一定不能错过来参观这个太庙的正殿。离开太庙的前殿，往后走，后面还有中殿和后殿。很奇怪，周末这里竟然没有游客。这个就是前殿和中殿之间的小广场，左边的就是中殿，也叫寝殿。寝殿面阔9间，也就是长62米，宽20米，高22米。平时这里供奉着历代皇帝皇后的牌位，在清末的时候，这里供奉着努尔哈赤等11代皇帝和皇后的牌位。这是旁边的配殿。继续往后走，后面是后殿。去后殿还要经过一道门。这个后殿是始建于1491年，大小和中殿是一样的。这个后殿也叫挑庙，这个字不常见，很多人应该念不出来，所以直接记住后殿就可以了。这个后殿是供奉皇帝元祖牌位的地方。3大殿逛完，后面有个小门，出来又是一大片古树。太庙里的古树以柏树居多，基本都是距今300到500年之间的历史。这里也有一棵明成祖亲自种植的柏树，直径5.5米，树高13.5米。
太庙的后面就是筒子河，对面就是故宫。还能看到午门旁边的建筑。这也是一棵奇怪的古树，树上面长了一棵树。说来也巧，10多年前我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办过工，所以对这里的很多地方很熟悉，也很有感情。这是公园里的九龙柏。最近10多年，北京对文物古迹保护得越来越好，很多地方通过维修复建，又恢复了往日的辉煌。即使是像我这样的老北京，也不敢说北京所有的地方我都去过，很多地方真的又变样了。北京真的是个旅游宝藏之地，以后有机会我也带着大家重新游览一下北京城的边边角角。今天来到了玉渊潭公园，虽然进入了冬季，但是还是挺美的。接着上期的视频，在世纪坛看完了精彩的展览，直接来到了玉渊潭公园。玉渊潭，现在的玉渊潭公园是4A 景区，门票2元。据说在辽金时代，玉渊潭这边就是一些当官的和文人墨客喜欢来玩的地方。对于老北京人来说，
喜欢。北京应该是排第4的。广州塔的高度大概600米，在世界能排到第5名。很早以前登过这个中央电视塔，现在登塔的价格是80块钱。以前登上去感觉很一般，因为这边没有什么特别漂亮的景色，包括夜景也不好看，反倒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美的风景。所以如果来玉渊潭公园，从西门过来可以逛一逛。这个中央电视塔好像也是4A 景区，门票80，虽然听上去也不是特别的贵，但相对于北京那么多又漂亮又便宜的景区和公园来说，还是有点贵了。所以拍拍外面就可以了。这是下面的钟塔公园，都是免费的街心花园。眼看着北京进入冬季，传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北京恢复为低风险区域了，应该可以出行了。不过现在整个疫情也不容乐观，下一站去哪里比较好呢？想听听你们的建议。